公主好像有点紧张。公主无需烦恼，您只要知道，我们的结合是被神明所祝福的。而是什么？嘘，到圣堂了。剩下的话，等仪式结束再说。先下车吧，公主。公主，放心吧，我的心和你是一样的。从第一眼见到公主时，我就……夫人您……夫人是认错人了吗？我叫卢西恩，今晚我是被您带回宫殿的，您全忘了吗？看来夫人确实喝醉了，让我守在您房门口，也是您今晚的要求。夫人，您睡得不好吗？您面容憔悴，看起来像是常年经忧，神思紊乱。我略懂一点安神的方法，可以助您入眠。
这是一种产自东方的香料，可以为您扫去所有的忧思。闭上眼睛吧，夫人，我会在门外继续守着您。傻瓜。这种毒药的主要成分来自乌头碱，是一种来自东方的植物。它的花很美，你想看看吗？虽然是毒，但也是药。东方人会拿它的根部镇痛治疗疾病，是我们只会拿它来杀人。没错，夫人很聪明。这个叫番木鳖，用它提炼的毒药我吗？我觉得无知无解的毒最可怕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，不知道要如何解毒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去。身中这样的毒，才是最绝望的。放心，夫人，我的毒药都有它应有的去处。真不想去。因为政务无趣，和夫人在一起有趣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就不上药理课了。你来教我弹琴，好不好？我会认真学习的，老师。您昨天似乎睡得很好。如果能侍奉在夫人身边，我就不用再随戏班奔波。既然夫人给我机遇，我想把握住。当然知道，等您的身体康复后，教皇大人会还政于您。您将是这个王国最高贵的女人。
我从未说过我是好人，何况这个世道，好人是活不长的。所以夫人，您对昨天的安神香满意吗？遵命，夫人。夫人很喜欢花。那夫人可否为我介绍这些花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是吗？我会认真学习的，老师。夫人对花卉和毒药知识的渊博了解，有点超出我的想象。那我猜他肯定很高兴，毕竟有人愿意将这些知识记得这么牢。夫人是想透过我看到谁吗？没有也没关系，只要夫人愿意让我继续侍奉，我会让夫人满意的。
贵族们的宴会，不是我这种平民该来的地方。夫人这样说可太伤我的心，也太低估我的忠诚了。这杯酒的香气太粗糙了，喝我的这杯吧，夫人。我刚刚去为夫人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，是一幕戏。我已经布置了舞台，安排好了演员，等宴会结束就献给……我永远忠诚。我想为夫人表演一幕戏剧，作为她的生日献礼。这是我的荣幸才对。又是一个漫漫长夜，我已将无数的时间消耗在了长篇累牍的经文中，现在又要应付那无趣公主的痴缠。我放弃成为神明的仆人，投入世俗的洪流，可我的理想，我的抱负，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实现？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或许我应该发起一次弹劾，一场兵变，用无数人的鲜血为我加冕。不过我的妻子怎么办？那可怜的小公主太娇弱了，她的耳朵里只容得下优美琴音，兵器的声音会吓坏她的。等等，我想到了。东方的巫师曾传授给我无名的配方，那无色无味的粉末定能助我圆梦。或许今晚我就应该设下宴席，邀请那愚痴无知的国王。
可惜现在只有一位观众了。您觉得这场戏如何？确实，那就请您喝下这杯酒，庆祝好戏落幕吧。夫人，我知道你在。你以前就是这样，受了惊吓后就熄灭所有的灯，缩在床角一动不动。每次我都要哄好久，用甜点或者亲吻来诱劝你，才敢像只小兔子一样的拱出来。其实我准备的戏并不是这一出，只是因为多了计划外的观众，我才不得不出演这样的剧情。抱歉，今晚的我让你害怕了吗？你觉得我是谁呢？我有点失望了，小公主。我想我教了你那么多，你应该能尝出来。今天宴会上你的酒水里被人下了毒，现在你应该乖，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。
好吧，那夫人杀我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你真的信了？对不起，其实你从一开始就不该信任徐墨。是我，但也不是我。我只是教皇手中的一瓶毒药，他需要我用在哪里，我就用在哪里。教皇意识到你父亲的名望无法摧毁，但他等不了了，所以他用了我的药方。我怕他将你一并出去，在你的饮食中加了一点东西，让你那天发了烧不用敷衍。教皇发现了我的小手段，他答应我不动你，但他给了我新的命令。他把所有罪责都丢到我的身上，将我处死。世上再无许墨，而他成为了这片国土唯一的统治者。因为我的计划已经结束了，该拿回我应得的东西。还有你。今天宴会上那杯酒的毒性很烈，还好起得早，只是你这2天可能会睡不好了。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陪我去圣堂，好吗？教皇已经死了，以后不会有任何危险。如果我说我并不知道你的圣水里
既然你知道有毒，为什么要喝它？你喝了多久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我当初为什么要胭脂？为什么要给他？对，你先喝下这个，它不能彻底解毒，它应该能缓解。还有新任女王，我很荣幸能为您加冕。夫人醒了。一些未来要颁布的政令而已。王都最近来了一位远东的医师，这是我和他一起讨论出的药方，尝一口，好不好？头还疼吗？呼吸有没有变顺畅？那心脏呢？你在惩罚我，对吗？
如果夫人不敢爱徐墨，能不能垂怜一下陆仙呢？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，我饮下了无解的毒。那隐秘的药剂，有时似蜜糖，有时似苦菊。只要尝过一口，灵魂便会沉沦。你甜蜜的声音，焚烧了我的理智，让我只想随你前往黄泉地狱。所以吻我吧，爱人。